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28.01，收盘价是393.4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32.35。最低价是在389.30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4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同时也跌破了各条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7368.56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也是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，那么股价当前的趋势是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股价在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经过一个极短暂的冲高之后呢，即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，那么直到395到390附近，股价才是出现了一个稳定的震荡。那么这个震荡的走势呢，一直是持续到收盘，最终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底部的附近，因此呢留下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实体。那么我们从当日的走势可以看到，股价开盘即下跌，说明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股价呢，在当日下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不仅是跌破了前面 K 线的最低，同时也跌破了400整数关口，还有就是各条均线值。那么出现这样大幅的下跌呢，在特斯拉股价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，也就是股价在当日出现了一日反转向下。那么出现这样的 K 线，同时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么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或者会是至少会有新低出现的可能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回档，收盘价会在40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427附近。而实际在7月2日收盘价是在393.45，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。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呢，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呢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回档仅仅是跌破前低，跌破5日均线值，本来这样的一个回档已经是相对较大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股价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，也就是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并没有支撑住股价，而是直接跌破的这个重要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7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68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有两个位置，一个是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在389，另外一个就是380。这两个位置被跌破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
去测试368，而368一旦被跌破，将会继续延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37，第三个目标是325，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445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很显然前高433是强压力，但是在这之前呢，还有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，正好是在411附近，然后呢，再有就是各条均线值也是压力位，那么其中最关键的标志位就是433，因为之前我们给出过这个位置，在6月3日这根 K 线最高就是433，而在前一个交易日之前的交易日，股价正是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了一根这个价涨量缩的 K 线，然后呢，这根反转向下的 K 线也是在冲高之后，也是在这个地方遇压力，然后出现的下行，所以433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反弹的强压力，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，只有站上它，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455。那么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453，第三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在421附近，而在7月2日盘中，股价虽然是高开盘，但是瞬间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开盘之后即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当日股价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7月6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，实际上就是它的收盘价。次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是有多头力量进入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一个小幅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394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29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长上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下跌后的反弹中。那么当周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高开盘，开盘之后实际上在当周一直是处于一个反弹的走势，直到上方433遇到的压力，实际上是在当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因此是留下了这样一个长长的上影线。那我们再看成交量，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是量平，所以我们说连续2个交易周出现含有长上影线的K 线，说明在周 K 线图当中，股价反弹上方还是有压力的。那么所以说呢，出现这样的 K 线，然后呢再出现这样的成交量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，那么股价将会有下行的走势。那进一步下行的走势呢，就是要跌破368这个位置，那么目标其实就是337。而还有一个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有一个重要的标志位，就是在2026年4月13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348，正好是在350关口附近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，也是重要标志位。好，那么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我们再给出周 K 线图的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之前对周 K 线的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在6月29日当周呢，
如果是股价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91附近；如果是出现继续下行呢，是在355附近。观察位是380，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么碰巧在当周啊，股价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上方运行，所以收在了高位。那么这个收盘价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性质也是相同的。好，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如果股价收在高位，我们认为将会收在40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会收在37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也就是如果是收在375的位置啊，我们认为当周会出现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是小绿 K 线。对。那么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。395，我们取整数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只要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能够其实是在5均值的上方运行，股价会有横盘向上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低开低走，在5均值下方运行，也就是在39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是在6月29日收盘价412附近进场。那么到了7月2日收盘价是在393.45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380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依然给出止损位是守38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11，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68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396到398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408到410。第三个压力位是433，第四个压力位是445，第五个压力位是453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389，第二个支撑是380，第三个支撑是368，第四个支撑是337。好，我们中间再给一个支撑是35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7月6日我们给出的预测呢也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81，在这个位置。
收盘价会收在386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5的。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1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04，收盘价会收在398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1的。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7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